喂，混蛋老哥，我不是都说了别把衣服混在一起洗吗？哈，一起洗衣服不是更节约吗？笨蛋，你再说一遍，混蛋老哥，想干架吧，混蛋妹妹。男主的名字叫做木月，是一个随处可见的高三学生，而在他面前的这位极其嚣张的女性，则是他的妹妹奈奈子，是比男主要小2岁的高1的学生。两人的相处不能说是十分融洽，而是水火不容，总是会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发生争吵，像是今天打扫厕所的人是谁，明天打扫浴室的又是谁，从分配家务到轮流请朋友来自己家做客。由于2个人睡在同一个房间，总是会造成诸多的不便。今天天气好热呀，去开窗，妹妹哟，请我吃冰棍，我就帮你开啊。那我把钱给你，你顺便也帮我带一根回来呗。不要，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男主非常无奈，他表示哥哥都这么求你了，你就从了我吧。于是妹妹在这回答说，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求你了，请去买冰棍吧。不要，女生总是这副样子，让男主感到非常气愤。我不是都好好求你了吗？你这个死小鬼啊！你求我，我又没说要去，你这个笨蛋笨蛋！两个人就这样不断的用笨蛋笨蛋辱骂着对方，就像是小孩子一样。虽然非常闹腾，但这就是他们兄妹之间的交流方式。虽说彼此说话都不太好听，吵架也非常的平常。周围的人总说他们是一对极其相似的兄妹，但实际上他和奈奈子并没有所谓的血缘关系。那是在小的时候，男主的母亲和奈奈子的父亲再婚，他们一家4口住进了一间小小的公寓。他和奈奈子呢也顺理成章的被分配到了同一个房间，在那里一起生活，一起睡觉。顺便一提，虽说两人总是这么一副样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真的辱骂对方。毕竟如果真的讨厌对方，又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房间里生活这么多年呢？至少这对男主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天，妹妹在房间里舔冰淇淋，男主上前提醒对方，我说妹妹哦，你在家里是不是穿的有点太单薄了？却没想得来的却是妹妹嫌弃的目光。哈，你在看哪里啊？恶心！这让男主绷不住了，我是在担心你好吧？穿这么少，万一感冒了传染给我怎么办？虽然话是这么说，但这都是男主的谎言。他希望少女能好好穿上衣服的原因只是因为自己的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而已。没错，身为哥哥的他，不知何时已经将妹妹当成了一个异性看待。特别是最近，他总感觉少女的身上散发着女性的魅力。出于这样的因素，他才萌生了不想和对方待在同一个房间的想法。到此，男主无奈地感叹了一句：“我还真是个不称职的哥哥呀！”就这么转身离去了。这让少女非常疑惑，现在才说。然而就在某天，因为某件事，妹妹她是真的生气了，真的是气死我了！今天绝对不会原谅你了，笨蛋哥哥，给我从这个房间里出去！按照以往的经验，如果这种时候再顶罪的话，绝对会变成真正的争吵的。见妹妹哈气的样子，男主决定就这么乖乖退下，一个人跑到客厅里睡好了。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真到了睡觉的时候，妹妹的态度却变得有些奇怪。你真的不回房间了吗？不是你说让我出去的吗？所以今天就睡到外面好了。是吗？今天怎么这么听话？明明平时我讲的话都不听的说。人抱怨着说出了这么一句，见男主无动于衷，少女则是有些不满的回到房间。就这样，时间来到深夜，见男主沉沉的睡去，妹妹抱着枕头泪眼汪汪的来到他的身边。少女自言自语的说着，哥哥居然真的睡在客厅了，为什么？明明平时这种程度的玩笑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少女非常不安，她想，你不会当真的对吧，哥哥？从明天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吧。就这样，时间来到了第2天早上，少女一大早就过来叫男主起床，笨蛋老哥，快点起来，别挡在这里。不知为何，男主总感觉今天妹妹眼睛有些红红的，而且吃饭的时候也比平时要老实得多。男主心想，这是怎么了这是？两个人就这样一起上了学，路上还碰到了同班同学，对方表示今天也和妹妹一起上学呢，你这个妹控。面对基友的调侃，男主无法反驳。见对方说着能和这么可爱的妹妹同住一个屋檐底下，真的是让人羡慕呀。对此，男主在内心吐槽，我这边可是在不断的忍耐着好吧。说到底，他们只是义理上的兄妹，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男女就这么同住一个狭小房间才不正常吧。再加上自己还对奈奈子抱有恋爱感情，男主心想，为了平复这种心情，以后还是尽量和对方保持距离，就暂时睡在客厅好了。就这样，时间又到了晚上。哈，又睡在客厅是什么意思啊？男主回答，也没什么吧，就是想着暂时就这么地好了。奈奈子的表情非常困扰，但男主又怎么可能说出他的真心话呢？他总不能实话告诉对方，我将你当成异性看待了，所以才想着出去睡。男主心想，要是真的这么说了，肯定会被对方讨厌的吧。妹妹见状则是有些小小不高兴，她表示，你这是在影射我什么吗？没有那回事哦，那你干嘛不回房间啊？不干嘛，不就是不想回去。男主表示，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你一个人睡，房间也会宽敞许多的。少女一听，先是露出了失落的表情，随后立马就拉下脸，也是，多亏了哥哥不在，我昨天睡得老香了。见男主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反应，少女更是气坏了，当即关上门，表示你就睡一辈子的客厅吧。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在当天晚上，少女又出现在了男主的面前，她就这么眼神空洞的看着对方。就这样又到了第2天，妹妹顶着又红又黑的眼圈来叫男主起床，快起来笨蛋。这让男主非常疑惑，他问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是我不在又熬夜了？少女没有任何的反应，只默默的回了一句吵死了。于是在两人吃饭的时候，女生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她低声说了句，
哥哥，你可以回房间了哟，我已经不生气了，而且我之前说的也有点过了，对不起。这给男主筷子都吓掉了，他没有想到奈奈子居然会和自己道歉。所以说在真正吵架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会相互道歉，但是之前那种程度也没有那么严重吧。虽然不知道少女到底是怎么想的，但男主依旧坚持不回去，这样妹妹绷不住了。哈，为什么？我不是都道歉了吗？果然哥哥你是在故意气我吧？不管对方怎么请求自己，好啦好啦，是我不好啦，你就回来吧。男主回答依旧都是那3个字，不回去。这样少女急坏了，如果你不回来，那我也去客厅睡好了。妹妹的这副样子让男主懵逼了，他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他耐心的和对方解释，真的不是你的原因，更何况我睡在哪里都无所谓吧。对于奈奈子来说，我睡在客厅反而会方便不少吧。总之我暂时没有回去的打算，那个房间就给你用好了。却没想妹妹听后则是脸色一沉，她转身抛下去，那我先走了，就这么默默的离开了。这让男主非常不解，他心想这是生气了吗？该不会是我不在房间感到寂寞了吧？他想如果是换做自己的话，肯定会非常的伤心，害怕被奈奈子讨厌，从而晚上睡不着觉的吧。但不管怎么说，奈奈子又不是自己，他想又怎么可能会对亲人抱有不一样的感情呢？就这样，时间又回到晚上，平常上夜班的妈妈居然提早回来了，见男主还在客厅打地铺，他表示怎么还在和奈奈子吵架呀？男主回答没啊，只是感觉青春期的男女就这么睡在同一个房间有些不太好。母亲立刻就看穿了对方小心思，你呀，该不会是喜欢上人家奈奈子了吧？不过这也不怪你哦，谁叫人家这么可爱嘛。母亲的话瞬间就让男主感到天塌了。对此妈妈则是表示，那既然如此，反正你也要读大学了，要不借此机会一个人搬出去住。这让男主有些惊讶，怎么突然说这个？钱的问题怎么解决？母亲表示，那当然是你自己想办法啦。作为一个母亲，她的想法是能借这个机会搬出去住也是挺好的，毕竟这个家这么拥挤，一个人多轻松呀。而且如果你一个人住的话，就可以把女朋友也带回家了哟。这立刻就让男主提起了兴趣。但不管怎么说，距离上大学还有1年的时间，母亲表示也不用着急，你就慢慢的考虑一下吧。对此男主也是非常的犹豫，他想到底该不该一个人搬出去生活呢？和母亲之间的对话让藏在门后的妹妹听得一清二楚，于是就在当天的深夜，男主总感觉自己的身上很沉，像是压着什么东西。他想该不会是遇到鬼压床什么的吧。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他掀开了被子，发现里面并不是什么可怕幽灵，而是自己可爱的妹妹。这下男主立马就盖上被子，他想我这是出现幻觉了吧？不确定再看一眼，发现妹妹她正趴在自己的身上，有些尴尬的看着自己，这让男主绷不住了，你这是在干什么啊？他本以为这是妹妹的恶作剧，想着让对方出去，却没想少女直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边哭嘴里还边说着，哥哥请不要讨厌我，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会道歉的，所以请你不要离开我了。这让男主懵逼了，这是怎么了这是？就在这时，母亲推开了房门，准备出来喝水。男主心想，要是这副样子被对方看到可不太妙啊。见妹妹还趴在自己的身上哭得厉害，男主赶忙将其抱住，就这么埋进被窝里。他一边抚摸着对方的头，一边不断的说着，没事的没事的，我哪里都不会去的哟。直到母亲喝完水回到自己的房间，男主这才松了一口气。反观少女呢，在男主的安抚下，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粘人的宝宝。直到过了许久，对方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了。男主询问对方原因，对此少女的回答则是因为我都听到了你和妈妈之间的对话，这让男主汗流浃背了。你是从哪里开始听的？对此少女表示大概是从妈妈让你搬出去那里开始吧，这让男主松了一口气。他想好险，差一点就要被对方察觉到自己的心意了。女生泪眼汪汪的询问男主，哥哥是不是因为讨厌我才离开家的？他总感觉最近的哥哥总是在躲着自己。男主连忙解释怎么会呢？只见少女直白的告诉对方，我不想和哥哥分开，因为我喜欢哥哥。这让男主感到非常的惊讶。女生继续说着，对不起，我知道这样说一定会让你感到困扰的，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和哥哥分开。他询问男主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吗？那时的少女性格非常内向，交不到朋友，还总是被男生们捉弄。身为哥哥的男主虽然非常气愤，但是他却没有安慰对方，反倒嘲笑一句，你的腿真短呀。于是那之后他就和妹妹吵了起来。虽说方法是有点抽象，但是他实际的目的却是为让妹妹变得更加的坚强。他告诉对方，只要你能像骂我那样去对峙那些顽皮的小男生，这样一来大家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从而主动来和你交朋友的。少女表示，可是说太过分了会被他人讨厌的。对此男主则是这么回答，那你可以用我来练习啊。这让女生更加不解了，她表示那样的话哥哥你不会讨厌我吗？男主的回答是当然不会。他伸手摸了摸对方的头，这么说了一句，因为我可是你的哥哥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做法可能有些过激，但是他实在是不想妹妹一个人就这么寂寞下去。奈奈子表示，多亏了哥哥，那时的自己才能交到很多很多的朋友，也就是从那以后，他就一直都在看着男主，在彼此成长的过程中，也开始逐渐萌发出爱意。少女她知道的，就算现在告白了，也只会让哥哥感到困扰，但她还是希望男主能够明白，自己并不是因为讨厌才对哥哥你这么冷淡的。男主表示，我懂我懂，毕竟这才是我们兄妹之间的交流方式嘛。他也告诉对方，自己并不是因为生气才离开房间的，我和奈奈子一样，也抱着同样的感情。
因为我喜欢奈奈子，所以害怕这份心意被你知道会引起你的反感，所以就想着拉开距离了。这让少女非常开心，她表示那搬出去也是因为这个？男主回答是的。女生说着，那既然如此，哥哥就不用再搬出去了吧？因为我并不会对你的感情感到困扰哦。对此，男主则是依然坚持，不，我还是要搬出去。这让奈奈子懵了，为什么？男主表示，因为一个人生活就可以将女朋友带回家了呀。此话一出，这让少女绷不住了，你刚才还说过喜欢我的，居然这么快就出轨了，你这个花心大萝卜。当然，此女朋友非彼女朋友。男主真正的意思呢，是想着如果出去的话，就可以将奈奈子也接到自己的身边了。到此，男生有些害羞的询问少女，所以你愿意来我这边吗？女生见状则是羞红了眼，她回答了一句，我愿意。就这样，从这天晚上过后，两人又恢复到了以往的样子。但与之前不同，吃早餐的时候，他们的手是紧紧的牵着的，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他们正式交往了。但由于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向父母坦白，所以平常的手他们就保持两兄妹的样子，背地里再这么偷偷的亲昵一下。奈奈子这副喜笑颜开的样子让男主感到非常无奈，他想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暴露的吧。为了不让父母这么快就察觉到，男主表示所以快点就像以前那样辱骂我吧。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妹妹一句又一句的哥哥最喜欢了。妹妹的攻击力让男主感到非常无奈，对此少女则是安慰对方，表示不用担心，我当然可以像以前那样骂你哦，你以为我这么多年的伪装都是吃白饭的吗？是吗？那你赶紧骂一句听听。少女见状则是立刻露出嫌弃的眼神，说了句笨蛋哥哥最喜欢你了。这让男主绷不住了，这不还是没在骂吗？就这样，他们的甜蜜生活还在继续。